老美阅兵礼乐崩坏，东大阅兵全球期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官宣，今年9月3日，咱们将在天安门举行盛大阅兵。为什么是今年呢？因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另外，咱们本来就有93阅兵的传统。10年前的2015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咱们就在当年的9月3日举行了阅兵。鉴于如今的世界形势这么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咱们必须亮一下肌肉，以震慑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宵小们。你别看如今的蓝星到处都在打仗，仿佛只有咱们这边还略显安宁，其实这份安宁下面早已暗流涌动。早在上个月底，德国媒体采访了川普提名的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部的副部长科尔比，这犊子一看就是个鹰派官员，直接表示美国需要集中力量对抗中国，所以正考虑从东欧撤出多达1万名的士兵，部署到亚洲地区。无独有偶，老科的顶头上司美国现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在随后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大放厥词，这犊子阐述了川普政府的印太地区的战略，声称美国及印太盟国的未来紧密相连，接着花了大量的篇幅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炒作南海、台湾等涉华的议题，污蔑咱们意图武力改变地区的现状。看到没有，这就是西方政客们的丑恶嘴脸，你就是什么都没做，甚至一直在努力维持地区的和平，在他们眼里你也是地区的威胁。要不是这2天朗子突然对小乙发狠，掣肘了川普的印太战略，老美早把那几艘快3家的航母派过来了。不过主人虽然暂时没来，他养的几条狗倒是狂吠的厉害。6月14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高波号驱逐舰与菲律宾海军米格尔马尔瓦尔号护卫舰在南海吕宋岛附近海域举行了海上合作活动，不仅首次邀请了媒体登舰观摩反潜战的演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少将夏景龙还在舰上召开了记者会，强调将关注中国海军的动向，做到警戒监视活动万无一失。咱就说你小日子这是双航母编队没看够，还是小妃子又想挨水弹揍了，过几天就像苍蝇一样跑南海来捣乱一遭，贱不贱呢？而更贱呢，还要数在千里之外的戴英。6月18日，戴英的斯佩号近岸巡逻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主动承担起了替爹干脏活的指责。咱们当然也不跟丫客气，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更可气的是，除了老美和他的几条狗，咱们旁边还有一个记吃不记打的三哥。这不，前2天三哥外长苏大聪明又喝多了，在采访中口出狂言，印度邻国要么合作，要么付出代价，还大言不惭地表示必须准备好站出来对抗中国。正所谓3天不打上房揭瓦，你三哥连巴铁的坚实都搞不定，谁给你的勇气要站出来对抗中国？梁静茹嘛。鉴于这帮大聪明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此次阅兵咱们必须拿出点狠家伙，压制这帮苍蝇的嚣张气焰。那么今年的大阅兵具体展出哪些武器装备呢？官方给出的预告是这样的，重点展示我军的装备体系建设最新的成果，通过群队联合、方队合成的编组的方式，体现我国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的力量运用新的模式，反映我国武器装备自主创新的能力。而空中梯队则会重点展示我空中作战力量的体系化水平和加快提升的先进战斗力。参阅的所有的装备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我们在展示新一代的传统武器装备上的基础上，也安排部分的无人智能、水下作战、网电攻防、高超声速等新型的作战力量参阅。总结起来就6个字：国产、先进、成体系。那么根据已有彩排的谍照，咱们可以猜测一下参阅的主角都有谁。空军方面，像什么歼10、S、歼16、歼20等等这些牛夫人，我估计就不出来抛头露面了。
毕竟咱家的网友在航展上都看腻了。那么去年刚刚在珠海航展上亮相的歼35你得有吧？号称最强满血版的歼20S 双座版你得让俺们看看吧？新型特种机运9平台电子侦察机你得上吧？换装了新型的国产发动机的胖妞运20B你得来吧？此外，海军方面最近拿到的杀手锏可不少，像什么空警600预警机、歼 15D 弹射型的电子战机、歼 15T 弹射型重型舰载战斗机，你都得拉上来亮亮相呀！毕竟不论是跟日本、菲律宾还是带 in battle， 咱们主要靠的就是海军呀。海军的航母马上就要3艘了，航母舰载机必须举起。而上面提到的那些小甜甜们，还只是传统的作战力量。咱妈可说了，这次阅兵还将展示包括无人智能、水下作战、网电攻防、高超声速在内的部分新制作战装备，像什么无人机、无人艇、机械狗方阵，最起码也得压老美4、5个头吧。此外还有反无人机系统、激光防空系统等等等等，咱们手里有的已经列装部队的杀手锏和黑科技，没准都能在此次阅兵中一睹真容。阅兵最后再把6代机飞上来拉个横幅，那周边的苍蝇肯定吓破胆。分析完咱家这些大杀器，可能有不明就里的小伙伴就要问了，咱们这么肆无忌惮的展示新的武器，就不怕泄密吗？你看看人家老美的阅兵，除了扛着一架智障的无人机，牵着一条蹩脚的机械狗之外，剩下的武器装备都是从博物馆里拉出来的，这些垃圾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根本不用担心暴露实力。其实不是老美不想大秀肌肉，实在是臣妾做不到呀。就拿川普那好大喜功的性格来说，他要是有能力办一场像咱们这样的阅兵，他妈的砸锅卖铁也要办。但你要知道，搞一场展示主战部队、主战装备的大阅兵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前期准备工作的。老美天天忙着打仗，30万美军和无数的先进装备都部署在了海外的军事基地，你把那帮老爷们抽调回来，花几个月的时间提阵部，他们不说当场哗变吧，五角大楼的金主们都敢把川普给撕喽。你就看川普前几天搞的那个阅兵，为了省钱，他是又拉赞助又玩古董的，末了还是被民主党抨击，被民众骂。但咱家的民众就不一样了，烟民们为了多造航母，宁愿利群换中华，就怕咱妈再犯火力不足恐惧症。网友们巴不得咱妈一天爆料一个新的武器。有网友这样理解咱家的阅兵，以前美国、日本不是经常质疑我们的军事透明度吗？阅兵显示了我们的开放态度，凸显了我们的军事透明，而且通过阅兵展示实力，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毕竟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全。看吧，这就是中国人的心声。毕竟在烽烟四起的2025年，你只有拿出实力，亮出肌肉，那些个不怀好意的鳖孙们才能够净身闭嘴。